这个小孩身负国仇家恨，出生不久就开始练武打基础，刚满周岁便服用精炼龙骨散，打通全身经脉，改善体质。2岁开始用火炼钢砂洗肤全身，以此练就铜皮铁骨。3岁开始站在盆沿扎马步，增强下肢力量，避免身躯上重下轻。4岁开始用100斤10吨压身，练习超强腰力。5岁在布满荆棘的草药上翻滚，遍体鳞伤，还要使用棍棒捶打，练就金刚之身。如此强度的训练，只为他长大能替父报仇。原来小孩名叫关少龙，是前朝名将关致远的遗孤。时值明末清初，皇帝听信黑楚英谗言，下令对前朝忠臣良将满门抄斩，关家首当其冲，惨遭屠戮。只有关少龙在侍卫的保护下逃过一劫，亲戚常夫人收养了他，几经辗转才来到武当山避难。但在关少龙6岁这年，清兵还是追查到了这里。道长通过后山的一条密道，把关少龙送到了最为安全的少林寺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名叫铁军的小男孩也被送到了少林。父亲告诉他，要寸步不离，守护关少龙，直到他一程下山。而另一边，黑楚英同样留有后手，他安排属下将儿子送进少林寺，伺机偷取秘籍。更重要的是，监视关少龙的一举一动。关少龙在少林度过了童年，跟其他弟子一样，每日刻苦练功。转眼20年过去，关少龙已经长大。在师兄弟中，6师兄大齐对他最好，3师兄对他最严厉。少林弟子日常功课异常辛苦，铁砂掌和铁头功更是家常便饭。经过常年艰苦训练，他们终于从达摩院晋升至罗汉院。方丈告诉他们，要先通过36武房严厉考验，再闯过18铜人阵，方可一程下山。在36武房考验之前，每人都需测试自身功力，考验者坐在一口大钟下面，能承受重击声波，视为达标。3师兄功力深厚，顺利通过。少龙跟大齐则实力不济，被震得鼻血长流。3师兄一马当先，决定率先去闯36武房。第一关布满了机关，考验的是反应力。3师兄身手灵活，即便先有弓箭射出，后有铁球突袭，最后更是暗藏飞刀，他都能轻松躲过。紧接着他来到了万刺穿膝，这一关需要超前的臂力。3师兄走到一半有点体力不支，他居然倒立双手撑地，用双脚推开铁壁继续前起，最后他终于闯关成功。少龙与大齐苦练1年，2个人也闯过了36武房。接着他们要面对的是更为凶险的少林18铜人阵。第2天，2个人信心满满的来到门口，6师兄正要带着少龙闯关，突然3师兄赶来叫住了他们。18铜人阵生死难定，得由他带着少龙通关。2人来到阵中，少龙不小心踩到一块地板，突然一个披盔戴甲的铜人跳出，他口吐人言，提示闯关者必须使用降龙拳法。3师兄告诉少龙，我先来，你看清楚。3师兄果然不一般，很轻松就闯过第一个铜人。少龙见状也紧随其后。3师兄一路前行，先躲过2个铜人的突袭，在巷道尽头又破解了铜人机关，紧接着在途中化解一次拦截后，成功来到一个石室。在这里，3个持刀铜人霎时出现，3师兄反应极快，躲过轮番攻击后，缴获一个铜人的武器，瞬间化防者为进攻，顺利过关。而此时的少龙刚进第2关就扛不住了，好在3师兄及时求情，才得以脱身。以少龙目前的功力，根本没办法通过18铜人阵。3师兄训斥他不自量力，要求他以后要加倍努力。从此，少龙、大齐跟着3师兄练习，比之前更加刻苦。一次，在藏经阁的理论学习中，少龙无意间发现房梁上有一本书，竟是少林顶级秘籍18罗汉拳。3个人非常高兴，但晚上意外就发生了。一个黑衣人想要刺杀少龙，好在其他弟子惊醒将其包围，结果黑衣人被3师兄当场击毙。没过多久，黑楚英也得到了18罗汉拳拓本。这边少龙他们学会了18罗汉拳，又开始闯18铜人阵，这次实力大涨。少龙很轻松来到新的关卡，这一关他面对的是5个手持长棍的铜人，考验的是以1敌多的本事。3师兄这边面对的是3个铜家人，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几个铜人异常强悍，无论怎样攻击都不能撼动他们分毫。直到3师兄发现铜人身上的邪道，利用打穴手法准确击打，这才通过。此时少龙来到了龙虎堂，这一关考验的是抗击打能力，在不闪躲的情况下硬扛18棍。少龙摆出一招一指定中原，刚承受8棍就被打翻在地，而且越到后面越重。
到17棍已经不能站立。少龙咬牙坚持，这才挺过最后一棍。他摇摇晃晃来到千斤闸，三师兄正在这里等着他。子关须以臂力和腰力举起厚重的石门，然后迅速通过。两人先后举起石门翻身而过，抵达最后一关。此关名叫通天门，门口挡着一座重达1000斤、常年烘火的少林鼎。考验者需要双手环抱火底，在皮肤表面烙上一个火龙印记，视为少林弟子的标志。两人苦练20年，就是为了金鼎，这点着生之痛自然不在话下。他们移开火顶，终于闯过18铜人阵。少林弟子每年闯关者数十人，而能够通过18铜人的却屈指可数。方丈欣慰地宣布他们一程下山。时隔20年，少龙再次回到武当，常夫人已经去世。当年的管家交给少龙一个箱子，里面有一封父亲留下的血书。少龙这才明白自己的身世，当年是黑楚英杀害他们全家，现在是时候找对方报仇了。少龙和三师兄来到一处求款，一个女扮男装的少年坐在一旁。这时又来了个算命先生，他径直走到少龙面前，想要给少龙算一卦。不想一旁的女子却说，他的命不必算了，生死由我做主。算命先生笑而不语，继续摇动手中挂签。随着女子一声大呼，一把暗器瞬间射中少龙。三师兄反应过来将其击退，女子也出手拦住刺客去路。在打斗中，女子掉下半块玉佩，少龙马上捡起一看，竟和自己身上的另一半配成了一对。原来父亲的遗嘱交代，拥有半块玉佩的人就是指腹为婚的媳妇儿。女子名为杜小云，她一直在暗中保护未婚夫。少龙真是喜出望外。杜小云解决完刺客，与少龙相认。三人在客栈吃饭的时候，碰巧遇到了六师兄大齐。原来六师兄也通过了18铜人阵。大齐看到少龙受伤，关切地询问他是不是遇到了麻烦。少龙怕连累师兄，无愿告知真相。可大齐很生气，我们一起长大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你这是没把我当兄弟。说着转身就要离开。少龙这才说出自己的秘密，他是江记的儿子，这次下山是去报仇的，不想半路就遭到仇人袭击。大齐说，以后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少龙又被一个蒙面人偷袭，由于白天受了伤，少龙根本不是对手。这时三师兄和杜小月闻声赶到，黑衣人紧紧使用毒针刺中少龙后就要离开，不曾想三师兄过于厉害，他用18罗汉卷将蒙面人打成重伤，随后揭开面纱发现蒙面人竟然是大齐。少龙瞬间崩溃，出卖自己的人竟然是最信任的兄弟。谁知大齐在临死前却将解药拿了出来，20年的兄弟情，他实在下不了手，背叛兄弟只是为了完成父亲交代的任务。原来他就是黑楚英安排在少林寺的卧底。大齐接着告诉他们，黑楚英已经练会18罗汉拳，武功已经登峰造极，嘱咐他们一定要小心，新仇加旧恨。三人找到黑楚英，不料这个家伙竟准备了3个替身。杜小月引开3个替身，少龙跟三师兄联手对付真真，他们直接使出绝学18罗汉拳。然而同样会死绝技的黑楚英轻松破解了他们的招式。这时干掉3个替身的杜小月加入战斗，缓解了2人一时之急，情况稍稍好转。不想黑楚英又祭出终极杀招黑龙剑法，三人瞬间再落下风，身上纷纷光彩。三师兄更是一个不慎被一剑穿身，但他丝毫不觉痛苦，而是拿起腰间金刚虎锄死死夹住黑龙剑，随后放声大笑。关少龙2人见状同时出手，终于报了大仇。然而三师兄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原来他就是一同被送往少林的铁骑，他的父亲是关将军的侍卫长。三师兄一直背负着使命，如今心愿已了，就是死也瞑目。只是关少龙一路躺赢，三师兄的情谊他再也无法偿还。